其实金公子他……其实金多禄一无是处。朝阳啊，你一向眼高于顶，又岂会钟情于他呢？娘娘，臣妾恐怕朝阳公主所说的两情相悦，这是推搪远嫁吐蕃的借口。朝阳并无作假。金多禄他是才疏学浅，但是缘分天注定，七夕相遇，月下生情，一切实难以自控。太妃娘娘，朝阳曾经向臣妾表明心声，臣妾可以为他作证。能够作证的人又何止是妹妹啊？姐姐也有证人。传宫婢银屏上殿。你想要活下去的话，就要懂得审时度势。如果你听我的话，也就黄金滚滚来了。你想登赴卫门，还是去鬼门关？你自己选。奴婢参见太妃娘娘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娘娘，司徒银屏是朝阳的近身，朝阳的事他肯定最清楚。至于朝阳和金多禄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找他来作证，当然是最适合不过了。司徒银屏，到底朝阳与金家公子是否真是情投意合，或是弄虚作假？你要从实招来。若有半点虚假，死罪难饶。太妃娘娘恕罪，三公主与金公子七夕相遇的事是假的。他们相遇实情是，早于半年前元宵夜当晚就已经邂逅月下花前。元宵，因为今年元宵夜才是奴婢与公主第一次偷走出宫。贱婢，你在说什么？元宵夜，奴婢与公主偷走出宫，到元宵灯节游玩，岂料遇上贼匪。奴婢纵然武功了得，但以1敌8实在难以招架。公主最后仍被贼匪所擒。就在危急关头，金公子突然出现。我当时见到2名弱智女流身临险境，我身为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坐视不理啊？金公子二话不说就奋不顾身扑向前，一手抓住贼匪。当时贼匪何其凶悍，他们手上还有刀呢。金公子空手入白刃，幸好我反应快，当时我一闪，一把将朝阳公主一抱。当时刀光一闪，贼匪快要砍下来了。然后金公子就之后马上想跑。哦，他竟然以身为我挡刀，即使血流如注。太妃娘娘，你一看便知真假。啊！金公子身上的刀疤就是当日救我的凭据，以血肉之躯保护千金凤体，实在惊天地泣鬼神。金公子的英勇令贼匪丧胆，令公主对他一见钟情。原来世间还有真情。废话少说，金多禄虽然对公主有救命之恩，但是他才学皆缺，岂有资格做驸马？太妃娘娘，纵使他是庸才，但是他为我舍生忘死，若然要棒打鸳鸯，朝阳仍然要跟金公子说一句：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公主，我心非石不可转也。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威仪地地，不可旋也。金多禄深情的目光，正令哀家想起先皇与哀家的绵绵情谊。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此乃哀家与先皇的盟心之句。哀家又不是铁石心肠，又怎能忍心棒打鸳鸯呢？朝阳恳请太妃娘娘成全。请太妃娘娘成全。好，哀家就恩准你们2人成亲。谢太妃娘娘。朝阳还想请太妃娘娘赐宫婢银屏伴随离宫，
凭他的武功，必能守护朝阳与驸马，免受伤害。哀家就赐司徒银平为景凤朝皇金牌晋升，直接受命朝阳侍奉左右，懂吗？奴婢叩谢娘娘。二夫人，先把我们绸缎庄的账给结了吧。我的米铺啊，一年也赊不少米给你们呢。是啊，张老板，你我相交多年，有事好商量，何必在这里动气呢？我们把金子抬走。娘，什么事啊？二哥被召为驸马了。皇榜已经张贴在大街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金家赐子金多禄才德兼备，与朝阳公主珠联璧合，赐封为三驸马，官带三品，拟定下月初7大吉日成亲，亲子。谢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多禄成为驸马，我们就是皇亲国戚了。是，恭喜二夫人。谢谢。恭喜二夫人！哇，皇亲国戚，那要麻烦二夫人在皇上面前为我们美言几句。是啊，刚才谁说抬金子走的？多福，在。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做人应该厚道，不要学那些人见风使舵、凉薄势力，认钱不认人，那怎么行呢？张老板对吗？是的。娘啊，我们还是快点回家吧。二哥他正坐着皇宫的8抬大轿返回家中呢。好啊，那快回家吧。荣叔，今天不做生意了，贴红纸写上东主有喜。是二夫人，喜事啊。二弟，二哥，二娘，大哥，三弟，我回来了，时间刚刚好，总算救了建金号。此行顺利吗？二哥，你说公主啊，是不是很凶啊？长得丑不丑啊？二娘，你们大家放心，凭我的聪明机智，一切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是吗？朝阳公主不止貌美如花，而且还伶牙俐齿。那就好了。二娘多怕委屈你了。二哥，你真有福气，真想看看这个弟媳妇有多貌美。你们见过了，她就是上次那个小白脸吗？她身边那个近身侍婢就叫银平啊。银平一干人等跟我一起从皇宫回来的。哦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大胆民妇，不许在此诸多阻挠。哎呀，那棵风水树保佑着我们金家老少平安，不能砍掉啊！不要生来气了。袭啊，来袭！公主啊，又要拆墙又要砍树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到底怎么了？二娘，她就是我就是景凤朝皇左右护法太妃御赐金牌晋升司徒银平。二夫人是吗？我只是奉旨办事。朝阳公主即将嫁进金家，按宫规要新建公主府，选址已定，这是金家后院空地，大宅图则也已经设计好了。哇，还有啊！为了配合大宅新建，金家后院的这道墙要拆，改为通往公主府的通道，西面厢房间隔也要更改，墙也要拆，房也要改，干脆拆了重建吗？也曾经考虑过，但因工程浩大，怕赶不及婚期，所以才放弃不用。这几位是？他们全都是朝廷大官。下官张耀祖，公主家常，掌管公主府内外事。下官林启光，公主家令，管理皇上赐予公主的封邑、田租及税收。下官廖训，陆氏，是负责记录公主和驸马日常生活作息，还有公主府中的大小事务运作流程。这3位大人将会为公主办事，大婚之日一起搬到公主府居住。公主的侍婢已经不少了，再加上他们3个，何其烦扰啊！不是3个，而是333个。啊！婢仆20，护院30，御厨2厨各30，帮厨40，轿夫20，工匠30，乐师30，歌伎舞伎20，杂工30，加上3位主事大人，刚刚好是333。还没算我景凤朝皇左右护法太妃御赐金牌晋升司徒银平。李公公，你现在安排工匠分批进去，开始量地夺尺，编制会仿照皇宫4房。至于伺候公主的丫鬟婢仆数目，也会因时制宜，有所添加。还加还不够啊！公主以千金之躯入住平民百姓家，有一些要添加，有一些必须移走。移走什么？公主不喜欢菊花，此花留不得。
这2只狮子粗劣俗气，留不得。一无是处，留不得。不能扔，不能扔啊！这个花瓶是我老爷生前买的，不能扔啊！那又如何？公主不喜欢就要扔掉。不许扔！有无凤目。依你所言，公主不喜欢我，也要把我拿去扔掉了。你可不同，公主府有令，要公主升灯，驸马爷才能够过府相聚。你竟敢目中无人！我毕竟是个驸马爷，你这个奴婢竟敢这么说话！驸马爷又如何？也一样要听公主差遣。我就不同了，要知道我是……我管你是谁啊！总之这个花瓶就是不能扔。哼！喂，敢抢，大不了碎了算了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二哥，你敢打我二哥？我就要打他，不行啊！银萍好姑娘，万事好商量，请银萍姑娘你疏通疏通。东府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疏通不就等于贿赂？不是我，你简直是在玷污银萍姑娘的品格啊！她毕竟是公主的金牌净身，公主品格高尚，风高亮节。试问她调教出来的人，又岂会贪赃受贿呢？你这么做，就是陷银萍姑娘于不义。对呀。算了，银萍看见二夫人，你们孝敬先人，这个破花瓶就放着吧。我还要进去跟进一下。哎，忙死我了！银萍姑娘，请。我的花瓶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